73个小时。这是电影《想你了》从上映到票房正式突破1个亿只用掉的时间。你可能会说，1个亿而已，暑期档随便一部大制作都能做到。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部电影没有大 IP， 没有知名导演，甚至连大规模的营销都没有。它靠的只有2个字：张若楠。7月17日这一天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周五，但对张若楠来说，这是他演艺生涯里第5次亲手把一部电影推过1个亿的门槛。说真的，如果你现在去搜他的名字，会看到无数标签：清纯脸、初恋感、青春片女王。但很少有人告诉你，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有多不容易。时间倒回到很多年前，那时候的张若楠还不是任何人镜头里的女主角。她在大学里学的是平面设计，业余时间兼职做服装模特、拍照、走秀，在镜头前摆出一个又一个姿势，梦想着有一天能被更多人看见。她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没有演艺学院的背景，说白了，她是这个圈子里最普通的那种女孩，普通到如果不是那一次意外，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认识她。而就在那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制片人偶然看到了她的照片，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眼会彻底改变她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她被邀请去试镜女2号顾森湘，一个善良温柔，最终却因为校园霸凌而坠楼身亡的角色。这是她人生第1次拍戏，没有任何表演经验，没有任何人脉背景。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电影上映后，她的表现让很多人记住了这张脸。紧接着，电视剧《谁都渴望遇见你》的制片人也注意到了她那种治愈系的气质，主动找她试镜，这才有了她人生第1次担纲电视剧女主角的机会。从那以后，张若楠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如果声音不记得你的婚礼，师爷请自重，一部接一部。到了2025年，她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难哄》在优酷播出，创下了最快热度指数破万的记录，还登上了 Netflix 全球排名第6。这个数字，很多科班出身、资源更好的演员都未必能做到。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他故事的高潮，那你就想简单了。真正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他票房号召力的是这个夏天。想你了讲的是2个女生跨越20多年的闺蜜情，高凡和汪美丽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约定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堆砌，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小成本电影。但就在上映前2天，预售票房突破1000万，上映前1天突破1300万，最终预售总额超过了3000万。要知道，这一切是在没有大 IP、没有知名导演、没有大规模营销的情况下完成的。业内人士直言，这就是张若楠个人票房号召力最有力的证明。7月17日，电影正式上映，首日票房高达3985万，一度短暂登顶单日票房榜首。到了第3天，也就是短短73个小时之后，总票房正式突破1个亿。这是他个人第5部票房破亿的作品，也是他第3次以一番女主的身份，把一部电影送过这个门槛。如果你也觉得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女孩靠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但事情的背后并不只有掌声。就在票房数字一路走高的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出现。有观众发现，电影上映第2天出现了排片占比高于票房占比的现象，业内称之为票房倒挂。与此同时，首日退票率也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一时间，关于预售数据是否存在异常操作的讨论，甚至一度冲上热搜。口碑这块同样是冰火2重天。有影评人盛赞这部电影是写给女性有益的一封温柔情书，称赞张若楠把角色演绎的柔韧破碎，却又始终向阳而生。但也有观众直言，电影宣传主打的是纯粹的闺蜜情，可正片里却加入了不少男女感情线，让专程为友情故事而来的观众多少有些意外。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一部电影的宣传方式会不会影响你对它本身的评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样的争议其实在电影市场上并不少见。预售冲得再猛，排片抢得再多，如果内容本身站不住脚，观众迟早会用脚投票。说到底，电影这个行业从来都是内容为王。
但如果暂时把所有争议放在一边，仅仅回到最客观的数据本身，1个亿的票房成绩依然安静而坚定地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任何声音而发生改变。有人可以质疑宣传方式，有人可以讨论市场环境，也有人会争论影片本身的优缺点，但数字不会说谎，更不会偏袒任何人。对于电影行业来说，1亿票房从来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跨过去的门槛，它代表的是无数真实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用时间和金钱完成一次选择。而你行你上能够迈过这一门槛，也意味着张若楠再次证明了自己拥有稳定吸引观众的能力。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与主演的电影突破1亿元票房，这样的成绩绝不是一次幸运，更不是一次热点事件就能够堆砌出来的结果，而是一次又一次作品积累之后形成的市场认可。当这样的记录不断被刷新，人们讨论的重点也许已经不只是某一部电影，而是张若楠是否已经逐渐成长为新生代演员中最具票房稳定性的代表之一。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再回头看看张若楠一路走来的经历，你会发现他今天拥有的一切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属于他。他没有出身演艺世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资源背景，更没有一出道就站在聚光灯中央。最初的她只是一个学习平面设计的普通女孩，因为兼职拍摄模特照片而意外进入大众视野。很多人看到的是她后来站在电影首映礼上的光鲜亮丽，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真正走进影视行业之前，她经历过无数次试镜，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等待电话的漫长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些角色被别人拿走的时候，那些被质疑只能靠颜值的时候，都成为了他成长过程中最真实的一部分。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历，一点一点磨练了他的表演，也塑造了今天更加成熟、自信的张若楠。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张若楠，都会被他那张充满初恋感的脸吸引。他的笑容温柔自然，眼神干净清澈，身上始终带着一种让人感到舒服和治愈的气质，因此她也成为不少青春电影和爱情作品中的理想女主角。然而，如果仅仅把她今天取得的成绩归功于颜值，其实并不公平。娱乐圈从来不缺长得漂亮的人，但真正能够持续留下来的演员却少之又少。张若楠能够不断获得观众认可，并不是因为一张脸，而是因为她愿意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努力让不同的人物拥有不同的生命力。从悲伤逆流成河到照明商店，再到今天的你行你上，他一直在尝试突破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也不断证明自己并不仅仅适合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愿意因为张若楠这个名字而选择走进电影院。或许这才是张若楠这些年来最值得被记住，也最值得尊敬的地方。真正能够支撑一位演员走得更远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的流量，也不是一时的话题，而是作品一次次积累出来的信任。当观众愿意为同一个演员连续购买电影票，当市场愿意相信他能够吸引更多人走进影院，当导演和制片人愿意把重要角色交到他手里，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努力之后得到的回报。未来的张若楠还会遇到新的挑战，也一定还会面对新的争议，但只要他依然保持对表演的热爱、对角色的敬畏，以及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他的成长就不会停止。也许几年之后，当人们再次回顾他的演艺生涯时，这1个亿的票房成绩只会成为他职业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下期见。